我是摄政王明媒正娶的王妃，却过得连普通的丫鬟都不如。只要长公主稍不顺心，我就会被发配到甘露寺反思。第一次是苏尔半夜做了个噩梦，醒来非说我住的店里有不干净的东西，冲撞了他的柜体。第二次我碰碎了他的花瓶。第三次他染了风寒，王爷便罚我去抄10万卷经为他祈福。第四次、第5次，到后来我甚至懒得去记每一次的理由。从最初的委屈不甘，到后来的愤怒心寒，我也曾试图反抗，结果却是赵景轩命人将我绑在马车后面，当着皇城无数百姓的面，一路拖行到清新庵。那次之后，全皇城都知道摄政王妃不过是个徒有虚名，人人见她的笑话。清新庵的姑子们见风使舵，脏活累活全扔给我，动辄打骂。每次被接回王府，我身上总是新伤叠旧伤，青青紫紫，而我的夫君只会冷着脸训诫：婉玉，下次万不可再得罪婉儿了。慢慢的，我从屈辱愤懑变得心灰意冷。第18次，赵景轩又因为苏尔的一点小事对我大发雷霆。我面无表情的听完，平静地道：知道了，臣妾这就去收拾东西，前往清新庵。可这次赵景轩眼里却掠过一丝错愕，他眉头拧紧。林婉玉，谁说要送你去清新庵了？他的语气理所当然。明明只要你向婉儿低个头道个歉，她那般大度的女子怎会与你计较？道歉？哪一次不是苏婉蓄意寻衅？可我的夫君永远选择视而不见。我心里涌起一阵熟悉的酸涩，却连争辩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徒劳的重复：请王爷允准臣妾前往清新庵。比起这座只会让我遍体鳞伤的摄政王府，我宁愿去面对那些姑子的刁难。你……赵景轩的声音里染上隐隐怒意，苏婉却适时地挽住他的手臂，娇声软语：景轩哥哥，姐姐既然自己想去清新庵图个清静，那就让她去吧，反正接下来好几日都要陪我去郊外别院赏风，姐姐一个人留在府里多无趣啊。赵景轩的目光立刻柔和下来，宠溺地拍了拍他的手。婉儿说的有理，都依你。我磕了个头，起身回房收拾简单的行装。可刚踏出房门，苏婉就带着一脸盈盈笑意堵在了我的面前。姐姐，你就打算这么出门吗？我皱了皱眉，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劳驾长公主让路。苏尔的视线却粘在了我那一头未曾竖起的青丝上，她歪着头，笑容甜美却冰冷。我一直觉得去清溪庵那种佛门清净的，还留着这么一头碍眼的烦恼丝，不太合适吧？他话音未落，两旁他的贴身侍女便猛地扑上来，死死按住了我的肩膀。苏尔慢条斯理地走上前，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把闪着寒光的锋利剃刀。拜佛就要有拜佛的样子，一个袅袅浓浓的俏尼姑，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这么迫不及待，是赶着去给景轩哥哥戴绿帽子呢。我内心一片冰凉，绝望的挣扎。苏婉儿，你血口喷人。苏婉儿却已经举起剃刀，狠狠割下我额前的一缕长发。她毫无章法，又用了死力，锋利的刀锋甚至割破了我额角的头皮。钻心的疼痛瞬间袭来，让我眼前发黑，伴随着缕缕青丝飘落地的，还有我额角淋漓而下的温热血珠。苏尔愣了一下，看着我的狼狈模样，突然扔开剃刀，捂嘴笑得花枝乱颤。哈哈，这就是当年名动京城的镇远侯府千金第一美人吗？你现在这个样子，真是太好笑了。他的下人也都跟着发出肆意的哄笑声。就在这绝望屈辱的时刻，赵景轩闻声走了进来。怎么回事？他看到我血流披面的样子，语气陡然一沉。我心中那点微弱的可笑的希望刚刚冒头，苏婉儿已经如燕头鳞般委屈万分地扑进他怀里，举起自己玉葱般的手指，那里有一道几乎快要愈合的他自己玩金簪时不小心划出的浅痕。景轩哥哥，我只是想跟婉瑜姐姐开个玩笑，帮她剃度以示诚心，可他就拼命反抗，还划伤了我。你看。看着他瞬间泛红的眼眶，赵景轩的脸色立刻变得铁青。他看向我，目光如刀。林婉玉，婉儿在北疆吃了多少苦？她身子如此娇贵，你怎么敢伤她？我抬起苍白染血的脸，刚想开口解释，他却根本不给我机会，厉声道：来人，看着王妃在院中跪满12个时辰，不到时辰不准起身，不准给她吃喝。说完，他小心翼翼地抱起渲染玉器的苏婉，仿佛捧着世间最珍贵的瓷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一日的阳光炙热得像是要把人烤化，我直挺挺地跪在冰冷坚硬的青石地面上，额角的血混着汗流进眼睛里，一片刺痛。连王府里看门的狗都对着我狂吠不止，在周围侍卫、仆役或同情或讥讽的目光中，我的眼泪终于不争气地滚落。谁能想到，如今为了苏婉对我横眉冷目、动辄羞辱的赵景轩，在洞房花烛夜时，也曾虔诚地捧着我的手，对我许诺：婉玉，得妻如此，今生定不相负。成婚3载，他确实未曾纳妾，可所有的海誓山盟，在苏婉从北疆归来后，都化为了齑粉。当初是赵景轩亲手将苏婉送去北疆和亲，因此他一直心怀愧疚。可他知不知道，他对苏婉的这份补偿和纵容，是建立在我的血肉痛苦之上？或许他知道，只是选择了视而不见，一直跪到月上中天，下半身彻底失去知觉。我才在2名侍女沉默的搀扶下，几乎是拖着身体坐上了前往皇宫的马车。我跪在御座之前，额头触地。陛下，当年北疆一战，我镇远侯府满门忠烈，尽数殉国。为此，您曾亲口预言许臣女一个心愿，今臣女别无他求，只愿自请和离，返回祖籍云州，为我林家守护宗祠，了此残生。御座上沉默良久，最终传来一声叹息：准奏。没想到出宫的时候冤家路窄，
我又撞见了赵景轩和苏婉。看到那两道在月光下纠缠的身影时，我已避无可避，只能闪身躲入一旁的假山阴影之后。苏婉娇喘连连，声音带着异样的媚意：“景轩哥哥，我好难受，身上好热。”就连我这个局外人都能听出他话音里的不对劲。赵景轩更是急得快疯了：“婉儿，你定是中了歹人的算计，坚持住，太医马上就到。”苏婉儿却一下子扑进他怀里，玉臂如水蛇般缠上他的脖颈，吐气如兰：“不要，景轩哥哥，我好难受，你帮帮我，求求你了。”那娇媚入骨带着哭腔的哀求，像是最烈的催情药，狠狠撩拨在赵景轩的心弦上。他的呼吸声陡然变得粗重，理智的弦瞬间崩断，欲念如潮水般再也压制不住。苏婉儿的呜咽与求饶，只换来他更加疯狂激烈的回应与占有。往日那个在我面前总是金贵自持、冷情冷性的摄政王，在他身上彻底失控，变成了被欲望支配的野兽。即使已经下定决心离开，我的指甲仍然深深掐进了掌心，留下月牙形的血痕。可奇怪的是，我的心却感觉不到太多疼痛，只有一片麻木的冰凉。赵景轩与我相处时，永远恪守着相敬如宾的礼节，只有固定的初一、15会来我房中，永远是避即走，毫无温存留恋。有一次家宴，我多饮了几杯果酒，醉意朦胧间，难得主动拉住他的衣袖，想靠一靠他的肩膀，他却只是冷淡地拂开我的手，蹙眉道：“夫人请自重。”被贴身侍女用冷水泼醒后，我羞愧得无地自容。我曾一度天真的以为他天生对男女之情兴趣缺，此刻假山之外那令人面红耳赤的声响和他变了一个人似的疯狂模样，让我自嘲地勾起嘴角，悄无声息地转身向外走去。原来他不是清心寡欲，他只是对我没兴趣罢了。赵景轩，你终究还是负了我。回府的马车上，我疲惫地合着眼，突然车帘被猛地掀开，几个身手矫健的黑衣人窜了进来，一块浸了迷药的湿毛巾死死捂住了我的口鼻。再次恢复意识时，眼前一片漆黑，嘴里被塞了布团，手脚也被紧紧捆住，巨大的恐惧攫住了我的心脏。是谁这里还是皇城脚下？是谁如此胆大包天？却听到两个男人压低的交谈声，一人有些犹豫：“主子吩咐的药用量是不是太猛了？这不会闹出人命吧？”另一人不屑地嗤笑：“你懂什么？没听主子说吗？这毒妇竟敢给主子心尖上的人下那种烟渣药，不来点狠的，他怎么能长记性？”我的下巴被粗暴地捏开，苦涩腥臭的液体被强行灌入喉中，几乎立刻，一股难以言喻的燥热就从我的小腹猛地窜起，迅速烧遍四肢百骸。意识到他们给我灌了什么，我的喉间发出绝望的呜呜声，身体因恐惧和药力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一人似乎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带着一丝虚伪的同情：“对不住了，王妃娘娘，要怪就怪你自己不长眼，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吧。”他们扔下我，脚步声迅速远去。绝望中，我感到身边有沉重、臭烘烘、带着浓烈腥臊味的躯体在移动，伴随着熟悉的、令人作呕的家畜哼唧声。给我下药的人竟然把我丢进了猪圈，他们是想看我在药力控制下神志不清地与牲畜为伍，主动出丑，彻底摧毁我的尊严。不，绝不！我从脑后散乱的发髻里摸出那只母亲留给我的顶端尖锐的木簪，用尽全身力气和意志，狠狠刺向自己的大腿。尖锐的疼痛瞬间炸开，暂时压过了那股汹涌的燥热，换来一丝宝贵的清醒。我不知道自己重复了多少次这样自残的动作，意识在灼热与剧痛之间反复浮沉。恍惚中，我似乎听到了一个熟悉到骨子里的清冷威严的男声从不远处传来：“都安排妥当了。”另一个谄媚的声音立刻回道：“王爷放心，这次保管让王妃娘娘印象深刻，以后再也不敢对长公主起任何歹戏。”那清冷的声音带着彻骨的寒意：“很好，婉儿不过与他开个玩笑，剃了他几根头发，他竟敢怀恨在心，在婉儿的饮食里下那种下三滥的媚药，若非本王及时赶到，婉儿岂不是要贞洁尽毁，当众出丑？”他的每一个字都像冰锥，狠狠扎进我几乎停止跳动的心脏。心思如此恶毒，若不让他自己也亲身体会一番这种滋味，他又怎能记住这个教训？我的血液在瞬间彻底凝固，竟然真的是他。他甚至连问都不屑问我一句，就认定了是我给苏婉儿下药，然后不分青红皂白，用如此下作残忍的方式把我丢进这肮脏的猪圈里受辱，只为了给他心爱的婉儿出气。剧痛、燥热、心寒，种种情绪交织成一片毁灭的黑暗。我终于支撑不住，眼前一黑，彻底失去了意识。黑暗无边无际，仿佛沉在冰冷的海底。不知过了多久，意识才像破碎的浮木，一点点艰难地拼凑回来。最先感受到的是后背撕裂般的剧痛，以及喉咙里火烧火燎的干渴。我费力地掀开眼皮，模糊的视线里是熟悉的属于摄政王府寝殿的帐顶。婉玉，婉玉，你醒了。一个沙哑狂喜的声音在耳边炸开，紧接着赵景轩那张布满血丝、憔悴不堪的脸便挤满了我的视野。他看起来糟糕极了，胡茬凌乱，眼窝深陷，哪里还有半分平日摄政王的威仪？他紧紧攥着我的手，力道大得让我生疼，声音带着颤抖和后怕：“太医，快传太医王妃醒了。”一阵兵荒马乱之后，太医诊脉，再次确认我已脱离危险，只需好生将养。赵景轩这才仿佛脱力般，长长舒了口气，挥手让所有人都退下。
寝殿内恢复了安静，只剩下我们两人。我浑身上下无一处不痛，被剃得参差不齐，如今更被火燎焦枯的头发凌乱地贴在额前脸颊。腿上是为了保持清醒自残的被白布层层包裹的伤口，而后背则是被房梁重击后几乎要断成两截的钝痛。不用看镜子，我也知道自己此刻必定是狼狈凄惨，形同鬼魅。赵景轩握着我的手，指尖冰凉，他看着我的眼神复杂难辨，有愧疚，有心痛，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惶然。他还记得吗？刚成亲时，我也曾明眸善睐，巧笑嫣然，是京城里最鲜活明媚的那一抹春色。可短短3年，就在他一次次的偏袒、漠视和纵容伤害下，迅速枯萎，变成如今这副伤痕累累、了无生气的模样。他伸出手，似乎想触碰我紧蹙的眉心，指尖却在半空中停住，有些无措地蜷缩起来。疼吗？他哑声问，问完自己都觉得是句废话，懊恼地抿紧了唇。我避开他的触碰，视线在屋内逡巡，最终落在不远处桌案上那一卷明黄色的物事上。我的声音干涩沙哑，一开口就牵扯得喉咙生疼，但我还是问了出来，我昏迷时是不是有圣旨送来了？赵景轩愣了一下，随即点头，起身将那道圣旨取来，递到我手边。是宫里送来的，指明给你，我便没有拆开。他顿了顿，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试图缓和气氛的嗔怪。你又偷偷去求了陛下什么？想要什么？与我说便是。这王府里有什么是给不起你的？我没有回答，只是用尽全身力气，紧紧攥住了那卷冰凉的绢帛，指尖因用力而泛起清白，却奇异的给了我一丝支撑的力量。这里面的，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清晰的说道：“是我毕生所求之物。”赵景轩眉头微蹙，正想再问，寝殿的门却被猛地推开，苏婉身边那个惯常趾高气扬的侍女，此刻却满脸焦急惊慌的闯了进来，扑通一声跪下：“王爷不好了！长公主自那日受惊后，一直郁郁寡欢，方才突然起了高烧，满口胡话，一直哭着喊您的名字。太医说情况不太好。”赵景轩腾的一下站起来，脸上瞬间血色尽退，担忧之色溢于言表。他下意识就要往外冲，脚步迈出，才又想起床上的我，回头看来，眼中满是挣扎和歉意。婉玉，我静静地看着他，看着他眼中那熟悉的，每次面临选择时都会出现的，属于苏尔的优先权。心湖一片死寂，连一丝涟漪都懒得泛起。我甚至微微弯了一下嘴角，露出一个近乎宽容的平静笑容。王爷长公主病情要紧，您快去吧。赵景恒如蒙大赦，又深深看了我一眼，匆匆在我额上落下一个冰凉急促的吻。你好好休息，好生用药，我去就回。他转身离去的背影没有丝毫犹豫，这一去便是5天5夜，音讯全无。王府的下人们私下议论纷纷，说长公主这次病得凶险，王爷衣不解带地守在公主府，连朝政都暂时搁置了。我的伤势在太医的调理和侍女小心翼翼的照料下，慢慢有了起色，能勉强下床走动的那日，我让贴身侍女悄悄收拾好了最简单的行囊。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属于我的真正重要的东西早已不多，父母灵位、几件素衣、1点碎银，还有那道已盖上玉玺大印的和离圣旨。在一个雾气朦胧的清晨，我换上一身最不起眼的布衣金钗，将父母的牌位仔细包裹好，揣着圣旨和1点点盘缠，没有惊动任何人，从王府最僻静的侧门牵出一匹温顺的老马，翻身而上，悄然离开了这座困了我3年、吸干了我所有鲜活气力的华丽牢笼。皇城在我身后渐渐模糊，消散在晨雾与远山之中。我没有回头。5天后，当赵景轩终于确认苏婉儿只是感染风寒加上惊吓过度，并无大碍，只是借故缠着他时，心中那连日来被担忧掩盖的不安突然尖锐地凸现出来。他快马加鞭赶回王府，踏入正厅，随口问道：“王妃呢？可曾好好用药？今日气色如何？”侍立在一旁的管家面色有些古怪，吞吞吐吐道：“回王爷，王妃娘娘她不在府中。”赵景轩脱下沾染了晨露的外袍，闻言并未在意，反而松了口气般：“不在府里也好，她总闷在屋里养伤，不利于恢复。出去走走，散散心也是好的。”他甚至嘴角带了点笑意，淡淡吩咐：“前几日北羌进贡的千年安神香，还有南疆那颗夜明珠，都寻出来，送到王妃房里去。她回来告诉她，长公主的寿诞快要到了，让她这个当家主母好好筹备一番，也趁此机会与婉儿缓和一下关系。”管家额头冒出冷汗，身子伏得更低，声音发颤：“王爷，王妃娘娘，她不是出去散心，她离府了。”赵景轩正准备走向书房的脚步猛地顿住，豁然转身，目光锐利如刀：“离府什么意思？她去哪儿了？回镇远侯府旧宅了，还是去了京郊别院？”都不是管家几乎要哭出来。王妃娘娘，她离京了，我们拦了，可是娘娘她……一股莫名的寒意骤然从赵景轩脚底窜起，瞬间冻结了他的四肢百骸。他厉声喝道：“说清楚，她到底去哪儿了？”管家一咬牙，闭眼喊道：“王妃娘娘拿出了陛下亲赐的和离圣旨，说与王爷您此婚嫁各不相干，她要返回云州祖籍，为林家守祠。”和离圣旨，赵景轩如遭雷击，大脑一片空白，下意识的暴怒，荒谬，绝无可能！你是不是把她弄丢了，编出这等诛九族的谎话来搪塞本王？圣旨就在娘娘房中桌案上，王爷若不信，亲自去看。
管家砰砰磕头。赵景轩一把推开他，踉跄着冲向我的寝殿。推开门的刹那，满是空荡映入眼帘，不是火灾后的凌乱，而是彻彻底底的人去楼空的清冷。梳妆台上没有了那些简朴却精心摆放的簪环，衣柜敞开着，里面空了大半，属于我的气息正在飞速消散。他冲进去，一眼就看到了桌案上那卷被妥善放置的明黄卷轴，颤抖着手打开，熟悉的字迹，朱红的玉玺印记，像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他的眼睛上，烫进他心里。今有镇远侯遗孤林氏婉玉，秉性温良，然与摄政王赵锦轩夫妻缘牵，情意难续，自请和离。朕念其门楣忠烈，准其所奏，自此一别两宽，各生欢喜。钦此。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了冰的匕首，反复切割着他的神经。自请和离，夫妻缘牵，情意难续，怎么可能？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林婉玉爱他赵景轩，爱得深入骨髓，爱得卑微如尘。他至今都记得大婚那日，他凤冠霞帔，看向他时，眼里比星河更璀璨的光芒，那满心满眼几乎要溢出来的欢喜和倾慕。这3年，即使他为了苏婉一次次将他送去清心庵，一次次让他受尽委屈，可只要事后他放软姿态，诉说几句自己的不得已和对苏婉的亏欠，他总会红着眼眶选择原谅，然后更加小心翼翼地待他。他不是没注意到他眼中光芒的逐渐暗淡，不是没看到他一次比一次更沉默的顺从，可他总以为他是他的妻，是要与他携手一生，荣辱与共的人。他理应贤淑大度，理应包容他的一切，包括他那份对苏婉无法言说的责任和愧疚。他怎么敢真的离开？巨大的恐慌如同无形的巨手，瞬间扼住了他的喉咙，让他几乎无法呼吸。他猛地将圣旨摔在地上，仿佛这样就能否认他的存在。找给本王去找，就算翻遍整个大周，也要把王妃给本王找回来。她一个弱女子，身无长物，能跑到哪里去？一定是有人挟持了她。对，一定是这样。他拒绝接受那个最显而易见的，也最让他恐惧的事实：林婉玉是自愿的，是心灰意冷后彻底死心离开的。就在王府因他的命令而鸡飞狗跳之时，苏婉却带着一阵香风，笑意盈盈的来了。他看着空荡的院落和赵景轩失魂落魄的样子，眼中闪过快意。景轩哥哥这下可清静了，那不识好歹的终于自己走了，看来他还算有点自知之明，知道配不上你。他亲昵的想要挽住赵景轩的手臂，这下我是不是可以搬进来了？皇兄那边我却说闭嘴！一声暴喝，吓得苏婉浑身一颤。赵景轩双眼猩红，猛地甩开他的手，那眼神里的厌恶和暴怒是他从未见过的。配不上我，林婉玉是本王3书6礼明媒正娶的王妃，她配不上。难道你这个在敌国辗转成欢，让皇家蒙羞的残花败柳就配得上吗？你给她提鞋都不配。刻薄恶毒的话语如同最锋利的鞭子，狠狠抽在苏婉最痛处。她脸色瞬间惨白如纸，踉跄后退，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仿佛陌生人的男人。赵景轩却不再看他，他现在满心只有一个念头：找到林婉玉，马上，立刻。他想起最后一次送她去的地方，备马去清心庵。他心里还存着一丝可笑的侥幸，也许婉玉只是生气了，像以前一样去清心庵躲清静，等着他去接。毕竟那处他特意为他安排的厢房。深夜，清心庵的山门被粗暴的拍响，职业的尼姑睡眼惺忪的开门，月光下没看清来人，只听是王府来人，以为又是那位长公主要教训王妃，立刻熟练地换上谄媚又狠辣的语气。哎呀，可是长公主又有吩咐。放心放心，那个不识抬举的贱妇，这次又怎么得罪贵人了？交给平尼保管，让她服服帖帖。上次罚她在观音殿前跪了1天1夜，骨头倒是硬，一声没吭。这次是泼冷水还是饿饭？长公主之前可暗示过，最好能弄得她再也生不出。他话未说完，一股巨力当胸袭来，整个人惨叫着被踹飞出去，重重撞在墙壁上，呕出一口血来。赵景轩气得浑身发抖，目眦欲裂，上前一脚踩住他的胸口。狗东西！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本王的王妃的？谁给你们的狗胆？那尼姑这才看清来人，魂飞魄散，哭嚎道：“王爷饶命！王爷饶命啊！都是长公主吩咐的。每次王妃来，长公主都会派人传话，让我们好好招待，不然借皮尼1万个胆子也不敢啊。那些搓磨人的法子，好多都是长公主亲自定的，说是要绝了王妃的子嗣缘，让她永远没资格跟长公主争。长公主吩咐，亲自定的法子，绝了子嗣缘，每一个字都像重锤，狠狠砸在赵景轩心上。他想起林婉玉日益苍白的面容，想起他偶尔看向小腹时黯然的眼神，想起他一次次欲言又止。原来在他不知道的地方，在他亲手将他送来的清净之地，他承受的是如此恶毒残忍的算计和折磨，而他自己就是那个递刀的人。带我去王妃住过的屋子。他声音嘶哑，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推开那
扇破旧厢房的门，一股霉味混合着灰尘的气息扑面而来。屋内只有一床薄被，补丁叠着补丁，窗户纸破烂，冷风嗖嗖灌入，摆设简陋的不如王府最低等仆役的住处。赵景轩呆立在门口，仿佛被抽走了所有力气。他想起有一次天气转寒，婉玉想带上一个手炉，他正被苏婉缠得烦躁，不耐烦地斥道：“矫情什么？清心安还能冻着你不成？”他沉默了许久，最后只是低下头，轻声说：“妾身只是想就着炉火给王爷缝制冬衣，手指不会太僵，针脚能密实些。”后来开春，他确实收到了一件针脚细密、内衬柔软的里衣，他当时只觉穿着舒适，随口夸了一句，他便欢喜了很久。如今站在这个冰窖般的屋子里，他才猛然惊觉，那双生着冻疮，可能连针都拿不稳的手，是在怎样的境地里，怀着怎样的心情，一针一线为他缝制了那件衣裳。巨大的悔恨和惶恐如同滔天巨浪，将他彻底淹没。他双膝一软，竟无力地跪倒在这冰冷肮脏的地面上。这些年，他到底独自吞下了多少苦水，而他竟全都视而不见，甚至成了加害者的帮凶。这么多的失望，这么深的伤害堆积起来，他的婉玉还可能原谅他吗？这个念头让他恐惧的浑身颤抖。不会的，婉玉那么爱我，她只是太伤心了。只要我诚心认错，只要我加倍对她好，把一切都补偿给她，她一定会心软的，一定会的。他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踉跄起身，奔回王府。他必须立刻马上找到他。然而回到王府，他却看到一片张灯结彩，仆役们脸上带着诡异的喜气，正在更换府内的装饰。怎么回事？王妃尚未回府，谁允许你们擅自布置的？他怒喝道。一个管事战战兢兢地回答：“是长公主府的人过来传话说长公主不日便要入主王府，要先把晦气的东西都清理出去，尤其是王妃娘娘留下的旧物都要扔掉，换上新的。”苏婉儿。赵景轩从牙缝里挤出这个名字，眼中爆发出骇人的杀意。他转身带着一身戾气直闯公主府。苏婉正对镜描眉，见他来，脸上泛起红晕，娇声道：“景轩，你来得正好，看我今日这眉形可好？我新得了一盒骡子带。”他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扇在他的脸上，将他打翻在地。苏婉捂着脸，愕然地看着他，旋即尖叫：“赵景轩，你疯了！你敢打我！”赵景轩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眼神冷得像万载寒冰。打你，本王恨不得杀了你。苏婉儿，你很喜欢礼佛是吧？很喜欢清心安是吧？苏婉儿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那本王就成全你，传旨，长公主苏婉儿德行有亏，不敬尊长，即日起削去封号，送入皇陵，终身侍奉先祖，祈福赎罪，非死不得出。苏婉儿如遭五雷轰顶，疯狂摇头：“不，你不能赵景轩，皇陵里还关着那个南疆的畜生，你知道他对我做过什么？你送我去那里，不如杀了我，皇兄不会同意的。”为你这荡妇清理门户，陛下只会拍手称快。至于南疆世子，他俯身在他耳边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森然道：“正好你们旧情复燃，也好有个伴儿。关起门来的事，谁管得着？你放心，本王会吩咐下去，让你们朝夕相对，重温旧梦的。”赵景轩，你不是人，你这个魔鬼！苏婉彻底崩溃，扑上来厮打。赵景轩一脚将他踹开，冷声吩咐：“即日起，他便是个赎罪的罪妇，不配再着华服珠翠。扒了他的外衣，游街3圈，让全城百姓都看看，这所谓的金枝玉叶是个什么货色。”很快，只穿着素白中衣、披头散发的苏婉，在无数百姓惊诧、鄙夷、指指点点的目光中，被粗暴地拖向皇陵方向。他的哭嚎咒骂淹没在市井的喧嚣里。赵景轩看着他消失的方向，心中却没有丝毫畅快，只有一片更深的空洞和冰冷。他对苏婉的惩罚，再狠厉10倍，也换不回他的婉玉了。他加派人手，动用了一切力量，几乎将京城和周边翻了个底朝天，却始终没有林婉玉的半点消息。他就好像一滴水蒸发在了茫茫人海，直到3个月后，才有线索隐隐指向南方的云州，林氏祖籍所在。赵景轩不顾朝臣反对，将政务匆匆交代，便带着少数亲信日夜兼程，赶往云州。云州青石镇，我租赁的小院临着一条清澈的溪流，推开窗便能看见远处的青山。这里民风淳朴，无人知晓我的过去，只当我是个家道中落、回乡守祠的年轻寡妇，对我多有照拂。日子清贫却安宁。我学着侍弄院角的一小畦菜地，与邻居大娘学着绣些简单的花样拿去换钱，偶尔教镇上学堂里孩子们认几个字。身体再缓慢的恢复，心也一日日沉静下来。听闻苏婉被削爵送入皇陵的消息，我心中并无波澜，就像听到一个陌生人的故事。至于赵景轩为何突然如此，我也不想去探究。爱与恨似乎都离我很远了。这日我如常去溪边换洗几件衣物，春日阳光暖融融的，溪水潺潺，岸边柳枝新绿。就在我起身准备离开时，一个沙哑的不成样子，却熟悉到让我骨髓发冷的声音自身后颤抖地响起：“婉玉，是你吗？”我背脊一僵，没有回头，加快脚步：“婉玉，你别走，求求你看看我有话对你说。”那声音带着浓重的哭腔和绝望的哀求，脚步声踉跄着追来。我闭了闭眼，终究还是停下了脚步，缓缓转身。果然是赵景轩，
他站在几步之外，形容枯槁，眼窝深陷，胡须杂乱，一身风尘，昂贵的锦袍也皱巴巴沾着泥点，哪里还有半分昔日摄政王的金贵威仪，倒像个历经磨难、迷失方向的旅人。见到我回头，他死寂的眸子里骤然迸发出骇人的光亮，像是溺水之人抓住了浮木。婉玉，我终于找到你了。他向前一步，伸出手，似乎想碰触我，却又在咫尺之遥怯怯地停住，怕惊飞了什么易碎的梦。我看着他，心中一片奇异的平静，像是在看一个无关紧要的陌路人。王爷大驾光临这偏远小镇，不知所为何事？我语气疏离平淡。陛下亲赐的和梨树，想必王爷已经看过。如今民女林婉玉与王爷已无瓜葛，还请王爷莫要扰了此地的清静，早些回京吧。不，婉玉，不要这样叫我王爷。赵景轩痛苦地摇头，又上前一步，几乎要跪下来。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知道清溪庵的那些畜生那样对你，我不知道苏婉背地里做了那么多恶事，我都查清了，我都处置了。婉玉，你相信我，以后不会再有了，再也不会有人能伤害你了。你跟我回去，我把一切都补偿给你，我把王府的一切都给你，我的命也给你，好不好？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看着他那张被悔恨和痛苦扭曲的脸。王爷，我在清心庵的日子，不是一天，不是一个月，是3年里反反复复的许多天。我缓缓开口，声音无波无澜。那些日子里，王爷可曾有过片刻难以安枕？没有，王爷在忙着与苏婉儿迎风弄月，倾诉衷肠。我在冰天雪地里用生满冻疮的手洗衣物，被当众剃发羞辱。王爷在和他在御花园里颠鸾倒凤，情深意切，甚至王爷还亲自下令给我灌下虎狼之药，将我扔进肮脏的猪圈，看我与牲畜为伍，生不如死。我的声音并不高，甚至没什么起伏，却字字如刀，刮骨踢髓。赵景轩的脸色随着我的话一点点灰败下去，最后惨白如纸，身体摇摇欲坠。不是的，婉玉，我那是被蒙蔽了，我后来知道错了。我他语无伦次，忽然抬起手，左右开弓，狠狠地毫不留情地扇着自己耳光。他，清脆的响声在寂静的溪边格外刺耳，路过的乡民惊骇地驻足观望，指指点点。他打得极狠，嘴角很快渗出血丝，脸颊红肿起来，可他仿佛感觉不到疼痛，只是用那双盛满痛苦和哀求的眼睛死死地望着我，仿佛在用这种自残的方式卑微地祈求一丝怜悯和原谅。可我心中那片荒原早已寸草不生。够了，赵景轩，我打断他，你不必如此。他停下动作，充满希冀地看着我。我移开目光，望向远处绵延的青山，声音飘忽。赵景轩，你其实谁也不爱，你只爱你自己。你对苏婉儿好，是因为将她送入虎口，心怀愧疚。你需要通过补偿她来安抚自己的良心。当你发现她并非你以为的纯白无瑕，甚至恶毒卑劣时，你这无处安放的愧疚和深情，便转而投射到我这个受害者身上，试图通过对我的追悔和补偿来救赎你自己。你出现在我面前，你所说的每一个字，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只会一遍遍提醒我那段如同身处地狱的过去是如何一点一点被你亲手敲骨吸死，碾碎成尘。我收回目光，最后一次平静地看进他陡然失去所有光彩，只剩一片死寂的眼里。如果你对我还有那么一丝一毫，不是出于自我感动，而是真正的残存的歉疚，那么离开吧，放过我，也放过你自己。从此山水不相逢，莫道彼此长和短。说完，我不再看他脸上那崩溃绝望的神情，转过身，抱起木盆，沿着来时的青石小路，一步一步稳稳地走向我那个炊烟袅袅的小院。身后传来重物倒地的闷响和压抑到极致的野兽哀鸣般的呜咽。我没有回头。后来云州渐渐流传起一个有些奇怪的传闻，据说京城里那位曾经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忽然交还了所有权柄，散尽家财，在皇城外的寒山寺剃度出家了。但他修行的方式颇为奇特，不在寺中清修，反而每日跪在朱雀大街最繁华地段那长长的青石板上，从日出到日落，任凭往来行人唾骂踢打，投掷秽物，不闪不避，仿佛一尊没有知觉的石像。一开始无人敢靠近，直到一个醉汉壮着胆子踹了他一脚，见他毫无反应，更多的人便围了上来，好奇的、泄愤的、纯粹跟风的。每日他都被弄得伤痕累累，污秽不堪。可第二天他总会准时出现，重复着这近乎自虐的苦行。有人说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替自己赎罪，偿还曾经造下的孽债；也有人说他是在惩罚自己，试图用肉体的痛苦去抵消心魔的折磨。无人知晓他究竟为何如此。消息断断续续传到云州，传到青石镇。隔壁跑来听我讲故事的小丫头二妞嗑着瓜子，歪着头问我：婉玉姐姐，你说那个王爷是不是这里有问题？她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正低头修剪着一只刚从溪边采来的野山桃，闻言手中剪刀微微一顿，随即我轻轻剪去一枚多余的叶片，将花枝插入粗陶瓶中，端详片刻，淡淡一笑：谁知道呢？别人的故事听过便罢了。窗外春光正好，溪水潺潺，远山如黛。我的小院里，那畦青菜郁郁葱葱，生机勃勃。
错，这才是我的日子，我的心声。日子如溪水般静静流淌，我在青石镇住了下来，一晃便是3年。镇上的乡亲们从最初的些许好奇，到后来的全然接纳，让我这个外乡人渐渐成了林娘子，一个会识字、会绣花、沉默安静但手艺精巧的寡妇。我租住的小院被我收拾得干净整洁，院角的那畦菜地四季常青，窗台上的粗陶瓶里总插着些山野间的无名小花。我几乎不再想起京城，不再想起那个人。偶尔夜深人静时，那些刻骨铭心的伤痛会如潮水般翻涌，但很快就会被清晨的鸟鸣、溪水的潺潺、邻家孩童的嬉笑冲淡。我在学着与过去和解，不是原谅，而是放下。这日，我正在院中晾晒新染的布匹，我试着用山间的植物染布，靛蓝、茜红、秋香黄，竟也染出了几分雅致。镇上的布庄掌柜看了，愿意定期收购。林娘子，林娘子在吗？院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是隔壁陈大娘的声音，带着罕见的惊慌。我擦了擦手，快步走去开门。陈大娘一把抓住我的手腕，脸色发白。快去西边看看，你家常去洗衣的那档河滩飘下来个人。我心下一惊，随着陈大娘和几个闻讯赶来的乡邻往西边跑去。春日溪水涨了些，清澈的水流此刻显得有些湍急。就在我平日蹲坐的那块青石旁，一个人影半浸在水里，面朝下，一动不动，一身粗布僧袍已被水浸得透湿，紧贴在瘦骨嶙峋的身躯上。最触目惊心的是那光秃秃的头颅上布满新旧交错的伤疤，有些甚至还未完全结痂。是个和尚。还有气吗？快搭把手抬上来。几个胆大的汉子七手八脚将人拖上岸，翻过身来，一张苍白憔悴、眼窝深陷的脸露了出来，双颊凹陷的厉害，嘴唇干裂泛紫。尽管面容变化极大，受脱了形，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赵景轩。不，现在或许该称他为某个无名僧人。我站在原地，手脚冰凉，周围的嘈杂声仿佛瞬间远去，只剩下胸腔里那颗心不合时宜的沉重的跳动着。压着头上身上怎么这么多伤？陈大娘惊呼，看着像是受过刑，可这僧袍……先别管那些了，还有威气，快李郎中，李郎中来了没？镇上的老郎中被匆匆请来，把脉翻眼，眉头紧锁，气息微弱，元气大伤，身上旧伤未愈，又天水寒，能否熬过来就看今夜了。先抬到我家药铺去吧。众人正要动手，一直沉默的我忽然开口，抬到我那里吧。所有人都愣住了，看向我。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的有些陌生。我院子里有间闲置的柴房，收拾一下能住人。郎中每日来看诊也进便，到底是一条性命。陈大娘欲言又止，最终叹了口气。林娘子心善也好，就依你。柴房很快被收拾出来，铺上干燥的稻草和旧褥子。昏迷不醒的赵景轩被安置在上面。李郎中开了药，嘱咐如何照料。乡邻们渐渐散去，柴房里只剩下我和床上那个气息奄奄的人。我站在门口，没有走近，暮色从狭小的窗口透进来，落在他毫无血色的脸上。曾经那么骄傲，那么不可一世的摄政王，如今像个破碎的玩偶，悄无声息地躺在这乡下柴房的草路上，生死未卜。心底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轻轻扯动了一下，不是心疼，更像是一种误伤其类的苍凉。我转身离开，带上了门，喂药、擦洗、换药。我做得有条不紊，平静的像在照顾任何一个陌生的伤患。陈大娘和李郎中有时会来帮忙，看向我的眼神带着复杂的怜悯和疑惑，但他们什么也没问。赵景轩一直昏睡着，高烧反复，偶尔会无意识的呻吟，含混的吐出几个字，有时是冷，有时是痛，更多时候是反复呢喃着婉玉。对不起。我充耳不闻，只是按时将药汁一点点喂进去，替他擦拭额头的冷汗，更换被汗水浸湿的中衣。他瘦得惊人，肋骨根根分明，手臂上除了旧伤疤，还有长期跪地磨出的厚茧和淤痕。第3日黄昏，他烧终于退了，人也悠悠转醒。我正端着一碗清粥进来，对上他缓缓睁开的眼睛，那双曾经锐利如鹰，后来盛满痛苦疯狂的眼睛，此刻空洞而迷茫，像是蒙了一层灰翳。他怔怔地看着破旧的房梁，好一会儿，眼珠才迟缓地转动，落在了我身上。那眼神复杂的难以形容，有深不见底的痛苦，有彻悟般的虚无，还有一丝极淡的近乎悲悯的嘲弄，不知是对他自己还是对这个世界。他轻声对我说了一句对不起，而我却笑了出来。我的笑是真的，我的心已不再为他或过往而掀起波澜。方才那一句对不起于我就像风吹过耳畔，听到了也便散了。他选择用余生去赎他认知里的罪，是他的路；我选择在云州山水间寻回我的宁静，是我的道。从此真的山水不相逢了。我转身回到院中，拿起扫帚，开始清扫昨夜风吹落的桃花瓣。鲜嫩的花瓣聚拢在一起，像一团粉色的云。我将它们扫到桃树下，算作归根。阳光渐渐炽热起来，溪水声潺潺，远处传来学堂孩童稚嫩的读书声。我的小院，我的菜畦，我的绣架，都在阳光下静静等待着。日子很长，很好。